上个世纪50、60年代，英国园艺家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儿。他们将植物种在一个大的圆口瓶里，在瓶子里浇上点水，然后把瓶口封上，里面的植物会活很长的时间。为什么植物会不死呢？没有人知道，因为这种设计既好看又不用花心思打理，在伦敦很有市场。1960年，英国工程师大卫·拉迪莫将蜘蛛草种植在一个玻璃瓶里。1972年，他打开过一次，向里面添加了点水。从那以后，瓶子一直保持着密封状态。神奇的事情出现了，到今天60多年过去了，瓶子里的植物一直活着。瓶子内部居然形成了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环境，光合作用、水循环、呼吸作用、营养再循环自动地在瓶子里进行。大卫·拉提莫并不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园艺实验，他在无意间触碰到了生命系统的核心逻辑。生命系统并不依赖永远的增长，光有能量加循环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有一种保持动态的平衡。平衡不是静止，是最高的生存艺术。今天的故事纵横了35亿年的时间，这是一个恐怖故事，有关大自然失衡的天地巨变，我们还得从头说起。时间来到1961年，英国化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接到了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的电话。NASA 想聘请他开发一个寻找地外生命的系统。洛夫洛克在采访中说，作为一位科幻迷， NASA 的电话就是他人生的第一封情书，幸福感直冲天际。寻找地外生命，第一个想到的办法就是向探测行星发射登陆器，研究土壤中的成分，寻找微生物。但是登陆器探索的范围非常有限，成本也太高。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通过几年的研究，洛夫洛克提出了一个极具想象力的方法。与其寻找微小生物个体，不如观测整个星球的大气成分。如果一个星球的大气保持完全的化学平衡，化学反应走到最稳定、最懒惰的状态，比如由二氧化碳主导，没有活性气体，那么这颗行星有生命的可能性就很小。如果一个行星的大气处于明显的化学非平衡状态，比如大量的存在着氧气和甲烷，情况就不一样了。这说明有某种持续的能量源在制造或补充这些活性气体，而最典型的制造这些气体的机制就是生命活动。洛夫洛克的理论非常超前，是今天研究系外行星生命迹象的主要方法，称为大气化学异常探测。时间来到1972年，洛夫洛克已经在 NASA 工作11年了。因为地球是目前已知的唯一拥有生命的行星，所谓对外星生命的研究，其实是对地球环境下生命活动的各种推测。就在这一年，洛夫洛克提出了一个震动学界的假想——盖亚假说。盖亚假说把地球视为一个超级巨大的生命体，具有自我调节的复杂系统，包含4大圈：生物圈、大气圈、水圈和土壤圈，形成一个不断演化的生命结构。洛夫洛克提出，地球在功能上表现出生命体的典型特征，比如自组织、自调节和自我维持。过去我们都认为是环境塑造了生命，但是盖亚假说的理论完全相反，他认为是生命本身创造了环境，使地球长期的维持适宜生命的状态。洛夫洛克有位邻居，是位小说家，叫威廉·格尔丁。格尔丁听了洛夫洛克的假想，就建议他以希腊神话中代表地球的原始神盖亚命名这个假说。这位格尔丁是顶级的文学家，后来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起的盖亚地球这个名字，是一个非常拟人化、充满了情感的名字。地球在这个名字的映衬下，似乎拥有了生命。盖亚地球的概念不胫而走，传遍了科学界。但是也有很多人质疑这个理论。如果说地球是生命体，怎么没见地球生出一个小地球来呢？其实盖亚地球并不是生命，地球不会繁殖，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意识。洛夫洛克为了更好地阐述他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带有预言性质的思想实验，称为雏菊世界。雏菊世界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以小见大的理论模型，
下面我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在一个虚拟的星球上，只有2种植物，黑雏菊和白雏菊。一开始，小星球的气候比较凉爽，有利于黑雏菊的生长，黑雏菊就越来越多。黑色反射率低，因此会吸收更多的太阳辐射，对这个小星球有变暖的作用，小星球的气温就升高了。升高的气温有利于白雏菊种群的扩大，白雏菊开始增多。随着白雏菊越来越多，它们会把更多的太阳光反射回太空，小星球的气温又降低了，黑雏菊再次增多，而白雏菊开始减少。结果就是2种雏菊种群自我组织，使小星球的温度保持在了2种雏菊最适宜的水平附近。这个模型表明，生物过程不仅可以影响环境，还可以稳定环境。环境不需要物种进行有意识的规划。按照洛夫洛克的理论，地球生物圈会自动调整环境，地球就像一个温柔的母亲一样，一直在保护着生命。这个理论是真的吗？时间来到1991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沙漠之中，一座圆顶密封钢架结构的玻璃建筑物拔地而起。这座建筑占地1.3万平方米，大约有8层楼高。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建筑的最大的封闭系统。何为封闭系统？就是它可以完全与外界隔离，不产生任何的空气交换。所以这是一个人工建造的、孤立于地球生态环境之外的密闭空间。科学家们把地球当作生物圈1号，所以给这里起名为生物圈2号。生物圈2号有热带雨林、热带草原、海洋、沼泽、沙漠5个生物群落，外加农业区和居住区2个人工区。圈内共有约4000个物种，包括软体、节肢、昆虫、鱼类、两栖、爬行、鸟类、哺乳等动物，浮游、苔藓、蕨类、裸子和贝子等植物，细菌、黏菌、真菌、微藻等微生物。这些生物分别来自澳大利亚、非洲、南美、北美等地。1991年9月26日，8名经过精挑细选的科学家进入了生物圈2号，他们要封闭生物圈2号，验证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是否可行。科学家们身穿连裤装，看上去就像星际迷航中的宇航员，整个世界为之轰动，媒体上称为仅次于 NASA 登月的伟大的科学探索。但是情况很快变得不乐观，最大的问题是氧气失踪了。没过多久，生物圈2号就失去了整整7吨的氧气，氧气含量从21%降到了14.2%。这种感觉非常可怕，在睡觉时人会突然的呼吸暂停，惊醒后使劲的呼吸，有人害怕一觉之后就再也醒不过来了。氧气减少有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他们种不出粮食，只能以吃红薯为生，动物每天都在减少，植物不授粉，很多区域变成了蚂蚁和蟑螂的天下。而真正击溃生物圈2号的是实验的作弊行为。在2年时间里，管理人员多次将氧气注入到生物圈2号，因为生物圈2号根本不能自循环。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来生物圈2号里过多的有机物被微生物分解，释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氧气迅速下降，湿度不稳定，授粉系统不工作，导致约3/4的动植物物种灭绝或濒临灭绝，最终生态系统接近崩溃。人类幻想封闭一个小系统就能自动复制生态平衡的尝试，以生物圈2号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看来地球生物圈的自我循环能力依赖的是大尺度的能量流动、生物多样性和动态平衡的化学循环，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生物圈2号的实验结果引人深思，生物真的能够维持自我平衡吗？盖亚地球所谓的和谐美好的环境会不会是一种假象呢？和谐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窗口，也许在盖亚的另一面还存在着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球。时间来到2009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彼得·沃德提出了一个与盖亚地球完全相反的假说。他认为地球其实具有自毁的倾向，地球生态系统曾经多次陷入严重失衡，并且导致了生命的大灭绝。
沃德将他的假说命名为莫迪亚假说。莫迪亚同样是古希腊传说中的人物，有一位叫做莫迪亚的女巫，在遭到背叛后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孩子。莫迪亚是一位暗黑风格的母亲，与盖亚这位保护人类的温柔的大地母亲截然不同。随着古地质学、古气候学、古生物学、地球化学等学科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科学家发现，地球的确是一位暗黑风格的母亲，她曾经多次试图杀死生命。地球的生命史就是一连串有关杀戮和重生的故事，这是一个纵横35亿年、生与死交织的悲壮大戏。事情起源于35亿年前，地球刚刚诞生生命不久，产甲烷的古菌迅速繁殖，成为地球上主导的生态类型。它们在无氧的海洋中代谢，释放出大量甲烷，造成地球环境恶化。甲烷维持的温室环境严重缺氧，使其他代谢的原始生命形态大量的死亡。这是第一次生命大屠杀，整个过程持续了几亿年。甲烷环境持续给生态系统制造压力，在自然选择过程中就逐渐演化出能够以水为原料进行光合作用的蓝绿藻。蓝绿藻顽强的繁殖，种群逐渐扩大，它们大量释放出氧气，逐渐打破了由甲烷主导的大气体系。到约24.5亿年前，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蓝绿藻释放的氧气让大气中氧气的浓度逐年上升，悲剧再次发生了。当时以古细菌和细菌为主的原核生物，绝大多数都是厌氧型生物，对他们来说，氧气是一种剧毒物质，无法适应的厌氧微生物大量死亡，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灭绝现象。这个重要的全球性生态转折事件被称为大氧化事件。这是地球生态系统第一次大规模重构，也为后来的有氧生命与复杂演化铺平了道路。紧随大氧化事件之后，第三次全球生命危机又降临了。在约24亿年前至21亿年前，地球有长达3亿年的时间完全被冰雪所覆盖。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知道，温室效应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和甲烷。随着甲烷大气的崩溃，温室效应减弱，地球就会迅速的降温。当气温降低到一定程度，冰盖就会扩展到赤道。就像前面讲的白雏菊世界一样，由于地球的反照率急剧增加，形成了正反馈循环，地球就进入到了全面冰封的状态。这一时期被称为第一次雪球地球。雪球地球的生态环境太残酷了，光合作用微生物数量锐减，大批微生物生态系统崩溃，只有靠近海底热泉、海底火山的部分生命幸存了下来。这是又一次生物大灭绝的时代。其后，由于地壳火山活动不断地释放二氧化碳，在大气中逐步积累到足够高的浓度，再次引发了温室效应。地球开始不断升温，冰层开始融化，冰川消退，海洋恢复了液态，自然选择继续作用，推动生命向更复杂、协同性更强的形态演化。第一次雪球地球的时代，清除了大批的竞争者，重塑了生态，间接为真核生物崛起创造了条件。大约从7.2亿年前到6.3亿年前，第四次全球生命危机再次降临。当时的地球只有一块大陆，称为罗迪尼亚。这块母大陆开始分裂成多个大陆和无数的岛屿，大量的新陆地开始裸露出来。新鲜的玄武岩、花岗岩更多的暴露在大气之下。这些岩石在风化的过程中会生成碳酸盐矿物，固定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不断减少，导致温室效应减弱，气温开始下降，又一次触发了正反馈机制，导致地球再次被冰封，形成了第二次雪球地球事件。第二次雪球地球经历了约3000万年的极端冰封，地表生存空间几乎为零，生命被压缩至极端生态位，比如冰下海水和热泉的附近。尽管缺乏大规模灭绝的化石证据，但生物多样性很可能出现了显著下降。与第一次雪球地球结束的原因一样，因为火山喷发，二氧化碳在大气中逐步积累，引发了超级温室效应，雪球地球开始解冻。当冰川融化后，大量的营养元素冲入海洋，
生态系统开始爆发式的复苏，大型多细胞生命艾迪卡拉生物群出现了。但是生命的悲歌远远没有结束。从4.4亿年前开始，地球又反复进入了硫化氢引发的大灭绝事件。原因是这样的，因为二氧化碳增加，全球的气温上升，海洋表层变暖，促使底层的海水缺氧，厌氧的硫细菌大量繁殖，使它们生成了大量的硫化氢。硫化氢是一种剧毒气体，对几乎所有高等生命体来说都是致命的毒气。生物再次大规模死亡，大量释放的硫化氢也扩散进入大气，破坏了臭氧层，导致陆地生命持续地遭受紫外线的伤害。据科学家统计，从4.4亿年前至6500万年前，出现过5次全球性的硫化氢灭绝事件。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约2.5亿年前，有96%的海洋物种与70%的陆地物种都灭绝了。从甲烷占主导的大气环境，到大氧化事件，再到2次雪球地球，直到4.5亿年前至今的5次硫化氢事件，生物大灭绝其实是反复上演的剧本，这绝对不是偶发事件。这样看来，与盖亚假说相比，莫迪亚假说才更加符合真实的历史情况。一次次的自我崩溃、自我毁灭，才是生命面临的常态。生态系统比我们想象的要脆弱得多。当大自然的平衡被打破的时候，就是这个世界重启之时。但是人类可能无法承受这种灾难。今天的科学研究显示，地球正处在第6次生物大灭绝的前夕，物种灭绝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一次与以往的历史截然不同，人类不会是被动的等待灾难的见证者，而是成为地球命运的主导者。第6次生物大灭绝的脚步其实是人类亲手造成的。钢铁与火药，石油与塑料，无休无止的温室气体排放正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所有生灵的归宿。如果人类希望自身文明延续下去，就必须认识到，我们不是自然之上的王者，而是浩瀚循环中的一环。生命的生存之道从来不在于征服，而在于节制；不在于无限索取，而在于守护平衡。什么事情都不要搞得太极端，平衡不是静止，是最高的生存艺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聊。